魏无羡道：你还没放弃，耳朵不会给你摸的。聂怀桑喃喃道：不，我真的不要摸你耳朵了，回都被蓝二公子那样一瞪，谁还受得住？魏无羡一听到蓝忘机的名字，就不由抽起嘴角，同时又对聂怀桑的话生了几分兴致，便问道：他瞪你做什么？聂怀桑委屈道：你是没看见，我每回找你搭话，他都会瞥我一眼，那目光跟冰锥似的。他的声音渐低，变成了小声的嘀咕：要不是站他旁边的是你，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搭讪他老婆呢。魏无羡本来听得饶有趣味，一听最后一句，差点没给咽喉里一口汤呛死。呛了半天，平复下来后，魏无羡笑眯眯地拍了拍聂怀桑的肩：聂兄啊，你能想象得出蓝忘机的老婆得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聂怀桑本能地觉得这笑含义甚人，不由心惊胆战起来。不曾想过。魏无羡又道：在你看来，他讨厌我吗？这个问题更匪夷所思了。聂怀桑没摸清这话用意，回答得更畏手畏脚。这按魏兄你的表现，我也不能昧着良心说他待见你。随即他又垂死挣扎道：但在我看来，应当也并不怎么讨厌。我甚至觉得他比我还想摸你的耳朵。这句话聂怀桑没敢说出来。哦，旁观者清嘛。魏无羡意味不明地点点头，自言自语道：不是讨厌，那就是喜欢喽。聂怀桑顿时觉得自己陷入了细思恐极的境地，觉着自己再细究下去，怕是会拼凑出一个了不得的真相，便硬着头皮小心问道：魏兄，你到底想问什么？你觉得蓝湛现在在哪里？在聂怀桑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哭喊声中，魏无羡狼吞虎咽地啃完了后半顿饭，接着在一众子弟惊恐的目光中，昂首走出用膳的厅堂。魏无羡在回社路上顺道绕了个远路，路过了蓝氏。自掩映的花枝间瞥见檐廊下一隅，魏无羡顿住了脚步。蓝忘机正凝神誊抄蓝家家训，忽觉背后传来枝叶抖动的沙沙声响，树枝被徐徐挡开，有人径自穿过树丛，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摸到他身边。蓝忘机手下动作一致，随即又不动声色地开始了有条不紊的抄写。身侧人也出奇的没有出言骚扰他，倒像是在暗搓搓探头看他抄写。静默片刻，蓝忘机诞声道：何事？魏无羡一脸无辜地道：来看看你在做甚。领罚。魏无羡追问道：领什么罚？犯禁酒令。魏无羡摸摸下巴，毫不心虚地说：你是说昨晚那事？这么说来，好像也有我的一份。要我跟你一起领吗？蓝忘机回过头，以一种难以言喻的眼神注视他片刻，而后肃然道：自己去拿纸抄。你好冷淡，我这回可是真心实意想和你一起领罚的。蓝忘机也不知有没有把他的话当真，将注意力转回纸上，只淡淡地问：为何？魏无羡干脆俯下身，扳着蓝忘机的肩膀，让他面向自己，深呼吸一口气，正色道：你知不知道，那天我偷偷给你喝酒，你醉了之后，除了咬我耳朵之外，还做了什么？蓝忘机眉心一跳，定了定神，才道：什么？你拿了块布盖住我的头，还说什么要藏起来。蓝忘机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精彩。你说奇不奇怪？明明当时房里没有别人，你怎么还要把我耳朵藏起来？魏无羡看着对方愈发复杂和无措的神情，乘胜追击道：好了，先不说这个，昨晚你知不知道你昨晚又做了什么？我知道，你肯定记不得。魏无羡干脆地抓起蓝忘机一只手，搭到自己耳朵上，看清对方一瞬僵硬的神情后，不由笑了出来。你以为是这样吗？骗你的，你没摸，你直接亲上去了。话音刚落，他便被猛地推开，一个没站稳就摔到了地上，发出听上去不太妙的一声闷响。蓝忘机反应过来后，似乎想去扶他，然而隐忍片刻，还是踟蹰不前，只冷声道：你不要闹了。魏无羡龇牙咧嘴地爬了起来，不依不饶地凑上前去：蓝二公子，你可真厉害，亲了别人不肯负责，还要推人。蓝忘机闻言神色一沉，静默许久才开口道：对不起。你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魏无羡这回轻手轻脚地搭上蓝忘机的肩头，发觉自己喉咙像哽着什么一般涩涩的，便深吸一口气，暗暗给自己鼓了把劲，
一如既往地露出一个带着点小狡黠的笑。我来是想告诉你，亲别人光亲耳朵是不够的，你应该这样。魏无羡垂了眼，微微俯身，贴上眼前人的唇，思磨片刻，而后退开，并非蜻蜓点水，却也不拖泥带水，如浮光掠影，稍纵即逝。蓝忘机怔怔然看着他，试图掩饰紧张的笑，脸上既没有恼羞成怒，也没有欣悦喜色，只是茫然的一片空白。好一会儿，他才色声道：你。魏无羡故作失望地叹了口气：你不明白吗？我想说的是，我喜欢你。掠过夜间的风，霎时如同凝滞了一般，周遭一切声响都静寂下去。明明没有回音，那句话却如同落入空谷，似有余音回荡。不是平日里跟小姑娘嬉笑打闹的那种喜欢，而是那种喜欢到想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给你的喜欢，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的那种喜欢。魏无羡紧盯着蓝忘机的双眼，慢慢地组织着语言，将心里那些难以言明的情绪道出。他不由想起师姐说自己的眼睛像盛满了星星一样，不知道如果像这样盯着蓝忘机的话，能不能将那份心意传达给对方。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能是去找赤狐的时候，也可能是更久之前，连我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就开始了。魏无羡辞色逐显慌乱，却还是硬着头皮接了下去。我知道我平时老是胡说八道，你不喜欢，但这次我说的是真话。我喜欢你，真的喜欢，想和你一起夜恋，一起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我，但我觉得如果这些话不告诉你，以后我一定会后悔。你真的特别好。我即将开始语无伦次时，忽然有人拥他入怀，然后慢慢地收紧了怀抱，像拥着世间最珍贵易碎的宝物，小心的，爱重的。不知怎地，魏无羡忽然就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心，也自然而然地露出一个轻松的笑容，贴在蓝忘机耳边，轻笑着低声道出未说完的话：喜欢你。感受到对方手臂的力度逐渐加大，魏无羡拍拍他的背，本要调侃一句你怎么这么激动呀，却在听到对方艰涩的开口时骤然怔住。喜欢的。亲耳听到这句话的冲击比先前任何情形都要大，魏无羡下意识地用拍对方后背的手回抱住对方，笃定地嗯了一声。蓝忘机一字一句地道：没有不喜欢的地方，一直都喜欢你的。魏无羡又是毫不犹豫地嗯了一声，然后把脸扳回来，小心翼翼地去凑近他的唇。蓝忘机一言不发，却再也无法隐忍似的将手上仪扣住他的头，粗暴地撬开对方的牙关，像是发泄一样肆虐着对方唇舌，直吻的对方呼吸粗重，眼里盈起水光，他便扶住对方的腰，不止不休地继续索求下去。不是什么得偿所愿的欣喜若狂，而是一种如同置身梦境的恍惚。只是那不是什么绝望或是压抑的梦，而是另一个不真实的过于幸福的梦，会让人想要就此抛弃一切，义无反顾地沉沦下去。在接触那个幻境，在玄武洞乱葬岗的一幕幕如走马灯从眼前闪过之前，蓝忘机未曾想过年少时暗生的情愫会成为未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益刻骨的相思。回到现实之初，除了浑噩之外，他心里便只剩下一种说不清的遗憾与苦楚。若是能更早的说出口就好了。少年不知是真的被吻到没脾气，还是故意要赖着他，窝在他怀里眯着眼抖着蓬松的尾巴。蓝忘机心头一软，小心地凑近对方的耳朵，柔声道：你也特别好，我喜欢你。清晨，蓝忘机在藏书阁中读书时，听见窗侧又传来习以为常的声响。蓝忘机不动声色地继续端着书册，少顷便有人摸过来，钻进了他怀里，软绵绵的。蓝忘机掐灭了心中的一点起念，面无表情地垂眼望向怀里的人。那人懒洋洋地趴在他腿上，扬起尾巴，有意无意地撩过他的脸颊，眯起眼笑道：我回来了，惊不惊喜？蓝忘机不置可否，沉声道：事情如何？妥。魏无羡说着便翻身去探书案，好奇地问：蓝湛，你又在写什么？摇头晃脑的，一双耳朵也跟着抖。蓝忘机实在没忍住，抬手捏住他耳朵。魏无羡哎呦一声，翻身起来，愣是做出一副良家妇女遭人非礼的瑟瑟发抖模样，捂着耳朵缩到一角，夸张地放声道：啊，你想干什么？
蓝忘机仿佛不想搭理他一般，别过了脸，耳根悄然爬上一抹嫣红。魏无羡见他不答话，心觉好笑，便好整以暇的主动挪回来，变本加厉的胡言乱语。这就害羞了？亲我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害羞呢？我们现在谁跟谁啊？只要不怕被你叔父抓去进猪笼，你想对我做什么这样那样的事都没问题。眼看他口若悬河，已要把话题飙到九霄云外，蓝忘机忍无可忍地把他拽到自己怀里，强硬地按住他，低头堵住他的嘴。一番缠绵过后，被亲得七荤八素的魏无羡没好气地道：蓝二公子你可真行，说不过人就亲人。打住，我不胡说八道了，先让我喘口气。然而他宛如从这样的亲吻中尝到了甜头，消停了没一会儿，就又主动环上蓝忘机的脖颈去索吻，而后才心满意足瘫了下去。魏无羡软着嗓子道：困了。你几时起来的？魏无羡冥思苦想，不确定的道：五更。对他而言确实是破天荒的早。蓝忘机摇了摇头，伸手不着痕迹地抚了抚怀里人的脸颊，柔声道：困了便睡吧。魏无羡抓着他的手，又是一阵细碎的吻，直亲得对方耳根的红快要蔓延到颊边了，才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